是很着急。哎呀，还在晃。打透，哎，又晃了，又晃了。刚刚那个后手拳其實第一局位置有點像啊。是，中國小伙自學虎鶴雙形拳，打得黑人老外神志不清，栽栽愣愣，根本防不住。現場裁判怕鬧出人命，趕緊終止比賽。武僧一龍當中表示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好，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正在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巴西的實力悍將費爾南多·羅納多，身高1.80米，生涯戰績34勝12負，其中包括16場 KO。好，這個費爾南多已經38歲了，是一個拳壇老將。在賽前接受採訪時，他非常打趣地表示他說希望今天的對手中國選手是一隻狐狸。記者問他為什麼，他說狐狸有9條命這樣的話他可以打死中國選手整整9次。但是非常可惜，這場比賽我們的中國選手觀眾朋友們他不是一隻狐狸，他是一隻老虎。日出東方，勝昭玉。好，鄭昭玉今年24歲，也就是23周歲最近的話，鄭昭玉也是很久沒有打比賽了，時隔1年半，因為他受傷了。雖說很年輕，但鄭昭玉的生涯戰績以他的履歷比費爾南多還要猛得多。49勝12負，其中包括10場 KO。而且鄭昭玉呢，他是一個傳統武術的練習者，他將中國傳統武術融會貫通，並且融入到了他的作戰風格當中。他最拿手的便是虎鶴雙形拳。好，雙方的比賽馬上開始了。人家費爾南多呀，可謂是信心滿滿。據說慶功宴已經準備好甚至連獲獎感言都已經準備好了，就在他的這個褲腰帶裡邊別着呢打完比賽第一時間拿出來趕緊念一下。對於虎鶴雙形拳，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們在電視劇和一些影視劇當中聽過但沒見過。其實在傳統武術的練習者當中呢，這個虎鶴雙形拳是非常受歡迎的因為它剛柔並濟，既有鶴的柔韌，也有虎的剛猛，可以說它是一個攻守兼備的拳法但是今天很可惜因為雙方打的是自由搏擊，是需要戴拳套的，所以說呢，這個虎鶴雙形拳不能夠100%的發揮但是50%以上還是能發揮出來的。而且鄭昭玉的拳法，觀眾朋友們您就看吧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能力是在中國選手裡面是非常強的。對手是有着泰拳訓練背景，戰架和打法都能看得出來。鄭昭玉的強項是在立體式運動其實重點是在拳上。打漂亮！對手是拳腿組合比較多，鄭昭玉現在還是以拳為主，輕重組合打一輪的小組合。這個肌肉力球非常的棒。是。拳腿組合，然後做好了防守。第一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鄭昭玉的虎鶴雙形拳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們看他呢，真的是攻守兼備，進攻的時候勢如猛虎，是又快又準，而且在防守這一塊也是密不透風滴水不漏。打的這個費爾南多現在是一點頭緒都沒有，本來這腦袋上就沒什麼毛現在更是直冒冷汗其實兩人還都沒有完全發力還是打得比較保守，比較保守。這個長時間訓練泰拳選手，在節奏上確實是很難改變是，即便是非泰國本土選手還是經過這套泰式的訓練這種印記還是比較足。對，現在兩個人對拼上了。飛膝，哎呦，注意，中間的中路的空檔不要留太大。哎，後手，這個後手晃了哇！觀眾朋友們，這個費爾南多呀，慶功宴的酒還沒喝呢，這咋就醉了？在那愣愣，直接是躺在了地上還能打。好，鄭昭玉乘勝追擊，但是也要小心吶，對方練習的是泰拳，抗擊打能力還是很強的。鄭昭玉的拳法，哦呦，這個真是在
同年紀的選手當中呢，我是沒有見過比鄭昭玉拳法打得還要舒服的選手了。觀眾朋友們，這就是他自學虎鶴雙形拳啊所帶來的成果。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沒有什麼懸念，鄭昭玉啊是很順利的拿下了第一個回合，對方被讀秒1次，所以說分數上已經大打折扣。那麼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鄭昭玉啊在第二回合會不會改變戰術，我覺得應該會乘勝追擊。而這個費爾南多他會不會做戰術調整呢？我想應該是會的，因為第一回合他完全沒有找到任何的突破口。好，第二回合比賽繼續。開始。也能把這個優勢再擴大啊！好漂亮！越來越成熟啊，因为这1年半的工作人员啊，成立一段时间，但是在教学上面有很大的发展。是。哎呦，这个费尔南多拳也很重啊。费尔南多其实有扫踢啊，这个扫踢其实他还是把力收着，没把力真正发出去。对。而且后腿还有一个体系。对。打透，哎，又晃了，又晃了。刚刚那个后手拳其實跟第一局的位置有點像啊。是。這招還是不緊不慢啊，對，不是很着急。哎呀，還在晃。觀眾朋友們不要緊張，這是費爾南多呀見鄭昭玉的虎鶴雙形拳太猛，給我們在表演醉拳啊，這是形醉而意不醉，看起來是搖搖晃晃、顛顛倒倒，但是他呢現在是非常清醒的。好，沒有反擊能力了。如果持續被鄭昭玉這麼打下去的話，我覺得他可能挺不過第二回合了。估計再壓準一下啊。還是在晃，還是在晃。如果再停下去，我估計裁判就要介入了吧？對。因為昆崙決的規則是沒有站立讀秒的，只要是選手堅持在那裡，裁判基本上是不會介入的。啊，又一個後手。鄭昭玉還是打得不緊不慢啊，這可能是上擂台時間，他要再把這個整個的狀態啊，要再找一下。是的。哎呦，這一拳有啊，他想結束了，有了，裁判介入了。好，打水漂了，這個慶功宴，費爾南多的慶功宴，獲獎感言都白準備了，讓我們恭喜鄭昭玉王者歸來。時隔1年半，鄭昭玉的傷況看起來的話，對他影響並不是很大。好，鄭昭玉也相當的有武德，還過去安慰對方一下，說哥們兒沒事，你的慶功宴轉給我算了啊，正好我慶祝一下。好，比賽到此結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哎呦，效果！丰马德升格。打中了！比中國坦克邱建良還要猛的中國散打巨人橫空出世，3拳2腿打飛2個世界冠軍，嚇得武僧一龍驚掉下馬。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正在出場這個英俊瀟灑、玉樹臨風的小伙子，來自我們中國國家隊的散打巨人曹魯健。他出生於我們中國的齊魯大地，是一個山東好漢。身高1.88米，臂展1.90米，生涯總戰績50勝4負，其中包括26場 KO， 身強力壯，實力強悍。而今天曹魯健的對手，沒錯，來自於新西蘭的一個老牌悍將丹尼爾·傑梅。我們注意看，站在一塊兒啊，這個曹魯健高了對方，哎呦，這都快1頭之多了。曹魯健他的這個身高啊，在我們中國國家隊裡面呢，已經是佼佼者了。尤其是在面對一些個歐洲選手的時候啊，是完全不落下風。一些5大3粗的老外啊，在曹魯健的面前也顯得有些體態嬌小了。但保不到最後1秒鐘啊，任何情況都有可能。是。來自新西蘭的選手，年齡33歲，身高1.85米，體重是85公斤。這個我們轉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現在打得非常耐心。而且呢，他那個視野啊和思路也比較的清晰。畢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戰嘛。雖然對方啊，我看到實在是給了強大的壓力，可是我們這中國選手年輕小將，他在比賽確實打的還是步步為營啊，很扎穩。所有的選手世界排名包括我們在國家隊的選手成績都是非常優秀的。
我觉得王者之戰這一場上來，雙方選手都沒有太多的去試探對手。好，目前第一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因為兩位選手都是高手啊，都具備呢一擊必殺的能力啊，所以說都很小心吶。第一回合的交手和切磋都比較少，但大家伙千万不用着急，因為曹魯健啊，他並不是一個喜歡打連擊的一個選手啊，他並不擅長持續的進攻，他更擅長的是一擊必杀啊，一炮定乾坤。而且来自于我们中国国家队啊，国家队成員来打這種職業比賽，觀眾朋友們那就是降維打擊。在我們的五戰第一場也曾經參加獲得了勝利，這一次參加的是王者之戰。漂亮，還有一個全卡的變現，機會來了，非常主動的一次。從這看啊，對方在這個重擊啊，確實對他造成了威脅。沒錯，相信對方的信心上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不過雙方選手都是非常有經驗，來自新西蘭的丹尼爾·傑梅，他的戰績也是78勝30負9次 KO 對手。但是我們看到呢，作為這個新西蘭選手啊，他確實他的功力非常的強悍。我們經常講的這拳擊動作術語叫打電話，就是你拉開架子就給你一個對方給一個提示，就是我要做動作，哎，我要打你了，所以我們就打電話嘛，一個是動作很形象，再一個呢，這個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以這樣的有意莫待帶行必不贏。好，觀眾朋友們，現在雙方的比賽來到第二個回合，我們看，哦呦，小心！哇，這個傑梅有明顯的挑釁意味，在擊倒曹魯健之後啊，他是站在曹魯健的頭上不走。哎，我們看丹尼爾·傑梅還想摔，不過發現摔不動曹魯健了。再一再二，還能讓你再三再四嗎？曹魯健的破綻，真是鬥智鬥勇。這個迎擊打非常好，好的，有機會，哎呦，效果。哇，觀眾朋友們，剛剛這一拳實在是太重了，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們可以回放一下啊，是正中靶心，擊中了丹尼爾·傑梅的下巴。他還能打嗎？哎，還能繼續。看來這個家伙的功底的確深厚啊，抗擊打能力的確是不錯。沒別的，就是狂轟濫炸，乘勝追擊。對方也非常聰明，馬上把你的節奏破壞掉。哎，能看得到的，第二局也是非常的主動。所以現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這個技術戰術的節奏變化。對方現在非常聰明，馬上跟你纏鬥。這個時候如果聰明一點的話呢，打游動，打游擊戰，拉開，對，哎，拉開距離，拉開這個角度。就像您說的，還是不能輕視對手。好，我們現場的觀眾也非常應該說呢，這個比賽應該是結束了。好，觀眾朋友們，三大巨人果然是名不虛傳，在比賽的第二回合，曹魯健是順利的秒殺了對手。好，我們再來看一下曹魯健今天的第二個對手，同樣也是一個世界級的悍將，來自於英國的泰拳世界冠軍奧格勒斯。奧格勒斯在英國可以說是打遍整個英國沒有對手，因此為了找尋更強大的對手，他便來到了中國，向中國武術發起了挑戰。而這場比賽他要挑戰的對手便是山東巨人曹魯健。好，比賽馬上開始了，看一下曹魯健和對方的身形對比，我很是好奇啊。哎，差不多。看來打英國人我們也不吃虧。目前我能知道的這個我們中國散打界比較高的選手，一個是曹魯健，另一個是劉策，這都是5大3粗，將近1.9米的身高。現在這個級別當中，現在是曹魯健脫穎而出的一名新星。你看他的這種這個掃踢動作和練泰拳的是不一樣的。連續的鞭腿。曹魯健的身高非常的高，達到了1.88米。這個。你看曹魯健這個力量非常對，連續的擊負拳，儘管是第一次來打這個昆崙決，但是他在以前我3年前見過他的比賽，當時他沒有這麼個身高，那時候身高也就1.85米左右，力量沒有這麼大，那時候打75，現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組合很有這個力量。在之前的風馬奧格勒斯的比賽當中呢，風馬的身高起到作用了，連續。打中了！哇，觀眾朋友們，這個曹魯健太猛了，這個拳法的分量實在是太足了。如果您在現場的話，可以聽到這個砰砰作響，比放鞭炮的聲音還大。我們看奧格勒斯這個打遍英國拳壇沒對手的家伙，來到我們的華夏大地之後，發現了這個一山還有一山高啊。
好，陶鲁金现在正是勢头正好的时候，不过奥格勒斯呢是强行要打出来。因为他知道啊，如果被曹鲁杰一直压着，那他就是死路一条。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这个地方，但是很难很难。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格勒斯是在泰国比赛里边真强悍的，那个打腿动作。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了。今天这个曹鲁健他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優勢不復存在。而且曹鲁健不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過人。這個80公斤實際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這樣聰明的，對，加上要腿法的進攻要上頭，因為你身高，你可以把它進攻。對了，看到了，對了，前一分對，這個曹魯健進攻很全面。然後你再出拳就對了，對，這樣就有機會。但是馬上直接後腿打了，後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這種擺拳了。曹魯健還真的有實力。觀眾朋友們，看曹魯健打這些個職業選手和世界冠軍吶，感覺就像是在玩耍，就像在大人打小孩。觀眾朋友們，這就是國家隊的大內高手和普通職業選手的區別。我們看奧格勒斯現在是在強撐着身體，因為他的大腿有點受不了了。還有技巧，就是這樣的殺傷力，這麼殺傷力，出乎意料，這對，他還能站起來嗎？我很難相信，這真得站起來。還能站起來嗎？我不想放棄比賽，放棄比賽。好，觀眾朋友們，現場的觀眾已經是歡呼雀躍啊，因為這個老外放棄了比賽，他投降了，因為雙腿實在是太疼了。咱們恭喜曹魯健又拿下了一個世界冠軍。同時，很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下期視頻啊，不見不散。我操！囂張老外惡意犯規，在擊倒中國選手後，竟然完全無視規則，無視裁判，竟想將中國選手置於死地，對着中國選手的頭顱瘋狂的踩踏，直到中國選手沒有了呼吸。事後更是在社交媒體上公然表態，打比賽並不是目的，打死中國選手才是他的最終目標。面對囂張老外的種種惡行，中國火麒麟王賽忍無可忍，衝上擂台怒砸鐵手，給老外的腦子當場開瓢，砸出5道口子，血灑擂台。火麒麟王賽是我國最優秀的綜合格鬥選手之一，由於在比賽中拳風彪悍，打法火爆，因此被全民粉絲稱為火麒麟王賽。我代表中國，代表所有喜愛格鬥的人，我一定要站在這擂台上，讓大家見證到中國人很強。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國火麒麟王賽大戰新西蘭選手伊雷的一場精彩大戰。這場比賽前你也看到了，來自於新西蘭的選手，沒錯，就是眼前的這個小子啊，手段相當的卑鄙，無視規則，無視裁判啊，將我們中國選手啊硬生生的踩斷了脖頸，當場斷氣。有點遺憾，但是沒辦法，事已至此啊，我們中國選手火麒麟王賽今天登上擂台前來復仇。哎，這邊比賽已經開始，我們注意看，穿着迷彩短褲、黑色拳套的就是王賽。而紅色拳套就是伊雷，這個伊雷啊，他的種種行為遭到了世界拳擊組織的一個譴責，包括全世界全民粉絲的一個譴責。但這個家伙卻表示啊，打比賽原本就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選手親手打死。觀眾朋友們，您聽聽啊，這說的是人話嗎？希望火麒麟王賽今天千萬不要手下留情。Shout out to the guys at Strikeforce Gym down in Auckland watching this fight tonight. Aaron Boys and Cup. 由於王賽是練習散打出身，所以說他的拳腿功夫啊，拳頭和腿都很厲害。對方也很清楚，很想把王賽呢拖到地面，但很明顯，王賽的防抱摔呀也相當不錯。好漂亮！雖然說來到了地面，但情況有點不太對。火麒麟在上位，在綜合格鬥規則當中呢，在上位的選手一般來講啊都是優勢位。但王賽也不着急，只是按住對手來消磨對方的體能。哦，這是一個非常老練啊，非常這個穩妥的打法。哎，裁判出手了，將雙方的比賽重新拉回到了站立。這對王賽來講，我覺得是個好消息啊，因為打站立的話，我們應該是要比對方更厲害。
Wang returns with 2 side kicks. That's his fantasy. Taking them in a stride. Nice knee to the head. 新西蘭的伊雷，他的想法还是非常的明确，就是想把比赛拖入到地面。 To the body by Wang. 我们仔细看这个角度啊，对方的2条胳膊都在王赛的腋下。理论上来講，這個時候他是優勢位啊，因為他稍微一用力啊，就可以把王賽給拽倒。但很明顯，王賽的話，的確拽倒了，哈哈，但是拽倒的不是王賽啊，把自己給拽倒了。好，瘋狂打肘，瘋狂的肘擊要打準。沒錯，照眼睛打啊，照對方的眼珠子給我砸下去。好，第一回合還有最後的2分鐘，在下位的伊雷相當的被動。此時此刻，他只有 A 揍的份兒。王賽和我們中國的硬漢李景亮，他們屬於同一時期的選手。大力的砸肘，插對方的耳朵。開口了，流血了。這哪裡還是新西蘭呢？新西蘭嘛。第一回合還有最後的1分鐘。此時王賽還是佔據着巨大的優勢，在上位肆無忌憚的進攻對手。砸肘，又是瘋狂的肘擊，連拳帶肘。此時此刻，讓我看到了張偉麗的一個作戰的風格。因為張偉麗拿到上位之後啊，他就很喜歡用這種瘋狂的上位砸拳以及肘擊啊進攻對手。按照輩分來講啊，火麒麟王賽應該是要比張偉麗大一點，也算得上是前輩了。好，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結束，火麒麟王賽果然是名不虛傳。第一回合他已經是拿到了巨大的優勢，我們再來看一下精彩回合。你看這個肘擊，我們今天好像這個也是奔着要打死對手去的啊。當然，王賽這麼想，我覺得是最好。好，現在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我們注意看，穿着迷彩短褲的是中國的火麒麟王賽，黑紅褲衩來自於新西蘭的伊雷。我看他這不是伊雷啊，他是欠雷。對方也很老練啊，打拳空了之後呢，第一時間來摟抱王賽，不給王賽任何反擊的一個和反應的機會。漂亮！現在又來到地面，和第一回合的情況差不多，又是王賽在上。好，其實王賽的風格呀，和我們中國的另外一位選手非常像，那就是暴力大風張立明。現在身屬於下位的伊雷，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也不靈啊！好，開始試圖蹬胯，想把王賽給蹬出去。但此時王賽仿佛渾身上下抹滿了膠水兒，今天啊就沾命運上。這邊王賽開始嘗試呢做一些降服的鎖技。但王賽我們有一說一啊，他的綜合實力很強，但柔術這一塊據我了解並不是特別頂級，所以說呢也沒有必要啊冒這個風險，還是做上位的一些雜技啊是最好的。
哎，这邊裁判又出手了，將雙方的比賽應該是要拉回到擂台中央。因為剛剛啊要打出擂台了，對方很配合，王賽也不客氣。身屬於夏威的伊雷呢，他的抗擊打能力我們也看在眼裡。喲，這個家伙意志力相當頑強啊，很抗打。如果其他選手被王賽這麼胡亂的打成一通啊，估計早已經休克了。這場比賽可以說現場的所有觀眾以及全美粉絲啊，都希望看到這個伊雷輸，甚至有人希望他被打進棺材。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在支持火麒麟王賽。好，打一會兒歇一會兒。好的，開始砸對方的腹部，全方位的啊，讓對方的身體每一寸的肌肉和皮膚啊，我們都給他狠狠的打一通。第二回合還有1分鐘的時間，火麒麟王賽依舊是穩穩的掌控着局面。哎，這個角度拿背了，背後裸腳，沒錯，掰對方的脖頸。哇，注意看對方的臉，已經裂開了多道傷口，這是被王賽的肘擊所賜。哦，我們看對方的血，這個真是血灑擂台了，應該是某一根血管被王賽給打爆。這個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王賽還在打，還在繼續。好，第二回合比賽結束，我們看，哇，火麒麟王賽，他的身上現在已經是布滿了鮮紅的血水，但這些血不是我們的啊，都是對方這個新西蘭的老外。哎，情況有變，對方不打了。沒錯，觀眾朋友們，這個家伙選擇認輸了。對於他來講啊，保住小命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他知道啊，這場比賽火麒麟王賽就是奔着要打死他來的，所以說他很聰明，選擇了投降。好，讓我們恭喜火麒麟王賽成功復仇，比賽打得非常的過癮。好，同時十分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開局一巴掌就能把日本選手扇得神志不清，躺屍擂台，狙擊槍般的腿法總能讓日本選手肝腸寸斷，痛不欲生。無情的死亡纏繞，更是不知道掰斷了多少倭寇的脖頸。他的出現至少讓日本拳壇倒退了10年不止。他就是巴斯魯藤，一個生平最痛恨日本人的殘暴國王。只要碰到日本人，他便喪失理智，玩命般往死裡打。這也讓他斬獲了對日20連勝的不敗戰績。他之所以如此痛恨日本人，因為他的師父是一個中國人。今天就讓你看一看巴斯魯藤打起日本人來到底有多殘暴。我們來看第一頭小鬼子，他就是在當時啊有着日本拳壇超新星之稱的田澤龍史。我們注意看他的身高和臂展都遠遠超過了巴斯魯藤。巴斯魯藤他是一個荷蘭人，但卻拜了一個中國的武術高手啊當了老師。人們都稱他為殘暴國王，但是啊我更願意稱他為這個日本人的克星啊，倭寇克星，中國人的好朋友。而且我也很喜歡他的髮型啊，如果遠看的話，有點我們這個少林武僧的這個感覺啊。哦呦，什麼情況？哇，一巴掌扇翻！堂弟的小日本田澤龍史趕緊摸了下狗鼻子，看斷沒斷。掌法，觀眾朋友，你沒看錯，剛剛的那是一記掌法。巴斯魯藤的老師啊，正是一位掌法高手。好，瘋狂的補刀，瘋狂的補刀又倒了。哎呦，我們看日本選手躺在地上，雙眼渙散，眼含淚水，仿佛是看到了自己啊被原子彈炸死的爺爺。
這爺孫倆，一个被原子弹炸死，一个被巴掌呼死，这下也算是能够团聚了。我们再来看第二头小鬼子，名叫本田小五郎。他们两个的发型啊，真是相当极端了。一个呢是光头，而另一个啊毛长得不得了。我们注意看这个本田小五郎啊，他所穿的衣服啊，又是红色裤衩。据知情人士所说呀，这帮日本选手就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啊，讨一个開門紅。但是我看着这和開門紅啊，估計沒啥關係啊，血光之災呀，還差不多，因為他對戰的是巴斯魯藤。好，比賽開始。巴斯魯藤拿到了一個斷頭把位，這是對方呢主動把這個狗腦袋呀塞進來。還別說，這頭小鬼子啊勁兒還不小。觀眾朋友對這個比賽規則可能不是很了解，這是比較早期的東和格鬥規則。理論上來講應該是打拳，但巴斯魯藤呢，他的拳法一般，他更喜歡用掌法。巴斯魯藤完成了反轉，順便拿到了對方的斷頭把位。再使點勁兒。再使點勁兒，看一看能不能把對方給掰斷腦袋。哦呦，有點可惜，剛才是有機會可以掰斷對方腦袋的。哦，孤頭頂膝，這下非常的重。巴斯魯藤又一次夾住了對方的狗腦袋，我覺得還可以頂啊。哎，什麼情況？我們看日本選手，哎，這怎麼跪到地上？哇，表情相當痛苦，捂着肚子。應該是剛剛在比賽結束，對方捂着肚子被爆肝了。應該是巴斯魯藤的殘暴頂膝啊，頂到了他的肝部啊，這一下直接爆肝。好，再來看第三頭小鬼子佐木大藏。好，這個小子學奸了，不穿紅色褲衩了。他知道巴斯魯藤像一頭瘋牛一樣，看到紅色就想衝上去。哎，哇，這一腳，哎，踢的是肚子，他怎麼捂着大腿啊？不信的觀眾朋友們可以回放一下啊。好，小日本演技不錯，看來打比賽之前他是個演員呢。我明明感覺好像踢的是腹部，哎，又倒了。又倒了，我們看這一下捂的是哪兒？還捂大腿，這家伙該不會是手被踢折了吧？摸哪兒疼，所以說他以為他大腿疼，其實啊是他的手才疼了。才經歷了2腳，你看給這個佐木大藏打的像剛蒸完桑拿似的。Kick to the head because he was expecting, of course, a kick to the liver again, so he was defending that. So that's why he kicked him to the head first. And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beautiful knee, a little bit. And I'm like, fortune teller, right? 對方做起了龜縮防守，巴斯魯藤嘗試呢把對方掰翻，想掰對方的脖子，想做裸絞，現在已經騎到對方的後背上了。但是此時呢，對方身上的汗水相當之多了，所以說導致非常的滑。巴斯魯藤在上位啊，相當的不舒服。哦，頂膝結束了，裁判揮手結束了比賽，對方的表情也是相當的懵逼了。好，我們來看一下巴斯魯藤今天的第4個對手，這也是巴斯魯藤有史以來遇到過最難打的一個對手了，船木誠志。好，船木誠志啊，他在當時啊被譽為日本最強的摔跤王者，他也被當時的日本民眾寄予了非常大的厚望啊，都希望他呢能夠擊敗巴斯。因為一般的選手在巴斯魯藤的面前啊，的確是不太經打。我們也看到了，基本上都是一個回合啊，甚至是幾十秒啊便結束比賽了。好，費特，比賽開始。
日本最强摔跤王对战倭寇克星。当然，巴斯鲁腾呢，他在综合格斗历史上，他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极大的推动了综合格斗界的发展。这个小子也是个长毛。对手硬吃了巴斯鲁腾连续好几个砍踢，别看现在没啥事儿，观众朋友们，扫踢呢一般来讲都是累积性的伤害，踢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后悔了。哦，开摔了。进入到地面的话，这是小日本所擅长的领域。但巴斯鲁腾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我们注意看，双腿盘扣，而且呢，想办法控制住对方的上半身。我觉得这个角度扇对方的这个耳刮子、耳光啊，非常好。那巴斯鲁腾此时想的还是尽可能不让对方来进攻自己。哦，对方很卑鄙，你看这个手在拼命的按巴斯鲁腾的肋骨，裁判也没有管。在当时那个年代，你看这个规则并不是很完善啊，他两只手在疯狂的按压巴斯鲁腾的肋骨。这要放作一般人啊，估计就已经被他摁断了。哦，要小心！对方在嘗試掰巴斯魯騰的右腿。好，這個反轉非常漂亮啊，成功化解了對方的這個寸勁兒。巴斯魯騰在中國，幾乎他每一年啊都會來中國1到2次，來拜訪他的師傅。哦呦，對方上腿咬了，咬巴斯魯騰的腳，這真是一隻瘋狗啊！現在對方在地面戰上瘋狂地施展自己的日本柔術。柔術啊，其實是一個非常卑鄙的一個格鬥術了，不是掰胳膊就是掰大腿。好，由於他們兩個在地面戰上長時間啊沒有動作，所以說裁判將雙方的比賽重新拉回到站立，也就是重新開始。回到站立的話，觀眾朋友們，那就到了巴斯魯騰最擅長的領域了。我們注意看巴斯魯騰的兩隻手啊，完全不握拳，準備隨時出場。哦，連續的掌法呼上去了。剛剛只打了2掌，就把這個小日本打得受不了了，趕緊下潛抱摔呀，來緩解一下。我相信現在他的臉還是疼的，他的鼻子還是酸的。哦，巴斯魯騰兩隻腳甚至翹起了二郎腿。所以說此時的話，他心裡邊應該是相當的淡定。巴斯魯騰主動撤了出來，讓對方呢重新來打站立。
哦，连腿带掌。哇，又是一掌！哦，这是降龙18掌啊，观众朋友们啊，不对，降狗18掌，打狗掌法。我希望我们中国选手多学一学啊，多跟巴斯鲁腾学一学这个打狗掌法的精髓啊。好，裁判又把两个人的比赛重新拉回到站立。啊，刚刚裁判应该是给巴斯鲁腾扣分了啊。对于当时的规则，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哇，啪啪作响。这是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哦呦，对方这个锁技，我们甚至没看懂。这类似于掏裤裆啊，回头望月的这么一个姿势，就来抄巴斯鲁腾的腿。对方的招式都很毒。好，现在比赛又一次回到站立。哎呦，大巴掌呼上去。这场比赛说句实话打得很艰难，这个小日本的实力啊的确是不俗啊，漂亮，又是一掌，根本不出拳啊，没有拳法，就是扇。扇的小日本脑瓜嗡嗡响啊。又来了，又是这种恶心的地面对决。这个时期的日本选手，我们注意看啊，他们的身材都很壮，这个身材和美国人很像啊，估計大概率都是一帮串和驻日美国大兵啊，这个混杂出来的。好漂亮！哦呦，一掌扇翻！啊，這一下鼻子不出意外，應該是打斷了，當然也有可能打到眼睛。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打到了哪裡？還能繼續嗎？巴斯魯騰也興奮了，興奮到這個胸毛都立了起來。哦，這一下鼻梁應該是斷了。哎呦，這個血甚至流到了眼睛裡。確定不要處理一下傷口嗎？好，裁判終止了比賽，要處理一下傷口。哦，這個的確要處理一下，因為這個口子呢，我們看一下，這鼻梁斷了還是這個根本分不清了。好，看情況應該是鼻梁骨斷了啊，從裡邊的流出的血。好，比賽繼續。巴斯魯騰乘勝追擊，一頓打狗掌法。現在看得很明顯，對方的臉啊已經被扇得相當腫了。巴斯魯騰在找頂膝的機會。哇，又一次扇翻，又一次扇翻了。如果按照如今的規則，其實對方已經輸了。但是在當時的話，就是說呢，不打服啊，打服為主。扇的對方是血汗橫飛啊！一掌又一掌。
在短短的这一个回合呀，裁判已经给对方送给了对方5次读秒了。按照现如今的规则，3次读秒就可以判定结束了。我们看巴斯鲁腾也累得不行，没有想到这个小日本这么扛打。好，比赛继续。连山带西，看日本选手，我们看相当顽强啊，这个时候还在坚持。好，顶西，再接一掌，再顶，就是不倒。哎呦，顶西倒了，这下彻底結束了吧？哦，裁判趕緊保護起他們的日本最強摔跤王，現場圍上一大批人緊急搶救，這還搶救啥呀？直接拉去殯儀館，我看最合適。好，比賽結束，讓我們恭喜巴斯魯騰，這場比賽打得相當艱難。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回答一定是他的名字邱建良。邱建良作為中國自由搏擊歷史最強王者，他打法飄逸，拳商極高，而且大部分的比賽都是以神龍擺尾 KO 獲勝，可以說他的腿法就是真理。給所有不服氣的對手親手治好了多年的失眠，而且有不少的拳迷粉絲調侃說，邱建良的腿就是擂台上的非法武器。邱建良也正是憑借着這一把利器，肅清了世界羽量級別。而今天就為您帶來2場邱建良的成名之戰，而正是這2場比賽也坐實了邱建良世界羽量級第一的事實。邱建良的第一個對手就是來自泰國的肯姆，他年少成名，身經百戰，奪獎無數，號稱是泰拳界的奇蹟。肯姆呢是 WMC 世界冠軍、WBC 世界冠軍、MTA 世界冠軍、迦南農拳場冠軍、S1 皇后杯冠軍。目前肯姆在中國沒有敗績，我們有請肯姆。此時排名世界第2的肯姆向邱建良主動發起了挑戰，而此時邱建良的排名是世界第3。他原本可以不打，但他是為了給自己的兄弟復仇，他非要打邱建良不可。我們可以看到肯姆這名選手作為泰拳王，他無論是拳法還是腿法呢，都相當有分量。不過邱建良在職業生涯當中啊，可以說70%以上的對手都是泰拳選手，包括他自己也精通泰拳，並且拿到過泰拳冠軍。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邱建良對泰國選手的套路和路數啊，太了解了。我們看肯姆雖然說有着一把子力氣，不過邱建良的靈活步伐和靈活的作戰方式，讓他也是看得見摸不着。看到這個肯姆的技巧一直都是這種樸實無華的這種技巧，但是非常的有效率。他曾經贏過花招拳王單菜，也有過小沙口，而且2個都是還勝到在我們的榮耀比賽中呢勝了小虎，還贏過這個胡亞飛啊。那麼邱建良呢也是用了4年的時間，是吧？对于2位來說期待一場的比賽，尤其對肯姆。剛才對他的短片當中也說到了3次的機會都沒有遇上。對，肯姆一直從2014年就想要跟邱建良打一場戲，16年這場比賽也是雙方的一個多年心願達成的這樣的一個事。所以他們心願達成，打到了。在我們的比賽中呢，因為雙手的神龍擺尾，一腳爆肝。觀眾朋友們看到這個情況，哦，邱建良很興奮。比賽結束了，肯姆被邱建良的這一腳賽後檢查踢斷了3根肋骨，可見邱建良神龍擺尾的威力。好，我們再來一起看一下第2場比賽，邱建良的對手依舊是肯姆啊。不過此肯姆並非上一場比賽的肯姆，他是來自德國的一個重型坦克。沒錯，他的外號和邱建良一樣啊，都是坦克。就看今天德國產的和我們中國產的坦克到底誰更硬。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可以看到邱建良的體型和對方比起來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啊，無論是寬度還是厚度。而且這肯姆呢是一個打法相對來講比較強硬的選手啊，他的比賽呢全都是 KO， 不是你 KO 我就是我 KO 你，反正總要有一個人啊躺着走下擂台。大家證明了他們對搏擊的一個熱愛，一個決心在這個艱苦的環境裡面一直訓練，這是也體現出來一個武的精神嘛。是，在這個邱建良呢，本人是做泰拳選手的，但是在這個自由搏擊的比賽中呢，他認為這個泰拳和自由搏擊更像白酒和紅酒啊。
大同小異，因人而異，各取所需。整個格鬥啊，他希望能探尋到自己獨特的、具有泰拳風格的自由搏擊風格。对，目前這個階段呢，邱建良已經到了見山不是山的階段，因為他要把他一個比較複雜的技巧慢慢修正啊，返璞歸真。因為在這個擂台上呢，我們看邱建良一直在繞着這個繩圈在移動，當然這也是一種戰術，他會左移右移啊，找機會。相對從這個維度來看呢，應該是對方比邱建良要大一圈，而且身高也比邱建良要大。對，都是以小博大啊。也就是說，邱建良在減重的時候呢，可能是对方的減重更成熟，或者對方的這個減重團隊更加有經驗。好，這個看到德國選手其實，哎呦，雙方啊。好，第一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很明顯邱建良還真是有點打不動啊，這台德國坦克。沒辦法，對方的體重優勢實在是太明顯了。不過我們這邊也有我們的優勢，就是邱建良的靈活能力和移動能力啊，明顯要大於對手。肯姆他的步伐是有點咬不死邱建良的，雖然說目前看起來是步步緊逼，但是我們也可以看作是邱建良的引蛇入洞啊，在勾引對手。然後羅賓也盯到了最後一下，漂亮！羅賓剛剛有用膝蓋啊去頂這個邱建良的低掃。我個人認為，其實羅賓的這個絕對力量，包括重擊能力，應該是比邱建良要強，但是還沒有發揮啊。這位選手的這個戰績非常平均啊，17勝15負，是一個勝負參半的一樣。好，漂亮！影響之大拳法而言呢，這個邱建良的發力比較出脚了，比較漂亮。那個出来，天然直撲上去，漂亮，連擊。邱建良比上一回我們見到他這個準備的更好。現在雙方的比賽來到第二個回合，在第一回合邱建良可謂是攻勢如潮，各種組合連擊、各種飛膝、各種神龍擺尾都用在了肯姆羅賓的身上，不過效果目前看起來並不是很顯著。對方實在是太抗揍了，相比於上一場比賽的肯姆啊，他是又壯又抗打，而且我们注意看他的防守做的也相當不錯，兩條胳膊始終是高高舉過頭頂，絲毫沒有鬆懈。不過他雖說在壓制邱建良啊，但他出手次數有點少，光壓制不出拳，那也打不出優勢啊。哎，班門弄斧，這一腳神龍擺尾，這真就是班門弄斧了。重心的位置不對啊，雙方啊漂亮啊，這個太漂亮，前後前接後腿的低掃很經典，但是很有用。那我邱建良現在羅賓的膝蓋啊，他也是這一次啊，是邱建良的膝蓋是頂這個羅賓的一個脛骨。可以說邱建良現在已經把這個氣勢整個打出來了。如果羅賓不打出重擊或者改變邱建良的節奏，那邱建良壓得很穩啊。但是他沒有太多的這種有效打擊，他應該在哪些方面對邱建良進行打擊？如果他這樣玩的話，就做膝擊啊，他也沒有做啊。他報完就等裁判來啊，這個高潮。這你看，就頂進去，然後就沒有什麼動作啊。邱建良的這個高位掃擊很有特點啊，他把那個上身後仰的非常嚴重，力量啊貫穿不夠啊。羅賓啊，就是有點比較耍寶，近身了之後，但是沒有攻擊。隨着第二回合比賽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現在着急的並不是邱建良，而是對手，因為這個肯姆羅賓呢，現在的有效打擊數已經被邱建良落了108000里。所以說他現在想要取勝的方式啊，只有一個，那就是 KO 掉邱建良。不過你看他又笨又重，每一個動作啊，甚至沒有任何假動作，太笨了。想打到邱建良，那簡直是開玩笑。而且邱建良如此猛的火力，也打得肯姆啊根本不敢抬頭啊。而且是比較現代化的一個泰拳哦，刺進身體裡面了啊，不是只有割表皮哦。哎，沒錯，傷到內臟啊。邱建良今天狀態調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在中國國內67公斤級這個比賽的這個級別裡呢，我相信邱建良已經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並且向最強的那個方向那個高峰在衝刺。他過去了，他曾經講，其實今天啊，肯姆羅賓也用了不少的高飛腿和神龍擺尾的招式，不過大多數都是空了。哎，你看邱建良只要一出腿，無論是打哪兒，立刻就有。漂亮的腳跟再看一下，轉身，兩場比賽都是腿法 KO， 而且一個爆頭，一個爆肝，並且打的都是高手，而且以小博大。
我相信這兩場比賽就是邱建良實力最好的證明。給我瞄準了打。他是泰國拳壇最硬的男人，扬言打中国人从不防守的佩查差。不過，当他遇到咏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钦时，這一場比賽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我太难了。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拳手，就是号称泰国有史以来最硬的男人。他的身体硬度据說比波球、比罗唐還要硬，他就是佩查差。上战绩到目前为止85胜26負，他輸過贏過，但是觀眾朋友們，他就是從來沒有被 KO 過，也從沒被擊倒過。他的人生座右銘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把我放倒，就是這麼狂。而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為他聽說他今天的對手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小將，他便當眾表示打中國人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孫子。而眼前的這個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對手，來自我們中國的詠春拳第23代傳人魏子钦。這個小伙將詠春拳帶到了現代搏擊擂台，而且目前為止生涯戰績26勝3負。可以說魏子钦這個小伙的出現打了很多瞧不起並且質疑我們中國傳統武術不能打的人的臉。好，閒話少說，我們比賽開始。泰國的佩查差剛開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來的確是硬度相當不錯。這個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訓練也相當變態。別人訓練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樁子，而他的訓練就是被別人打。沒錯，站着不動一動不動，讓不同的人來打他。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擊打能力，甚至還會用這個粗鹽來搓洗自己的身體和皮膚。以提升自己的皮膚硬度。我甚至一度懷疑這個家伙是不是有什麼這個受虐傾向。子钦相當靈活，連打帶閃，讓這個佩查差呢是看得見而摸不着。好，頂膝有命中。好，擊倒了。第一回合我們看，哇，這一下擊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個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魏子钦明顯想要乘勝追擊，連續的補刀。哦，這連串連打11拳的。但泰國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虛名，對方這個恢復能力和抗擊打能力的確是夠變態。在這麼一連串的猛攻之下呢，還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當的靈活。此時此刻，他就像一個西班牙的鬥牛士把這個佩查差呢當成了一頭瘋牛，當成了一頭野牛來鬥。好漂亮，又是一個上勾頂膝。佩查差有點上頭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這個佩查差現在此時此刻應該是相當的憤怒，因為魏子钦打破了他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我們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招式都打得非常的實。你看，但是他的眼神並沒有產生渙散，只不過呢是被魏子钦拳法的衝擊力給打倒了。好，現在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很好辨認橘色短褲的瘦小伙，中國詠春拳第23代傳人魏子钦，而黑色褲衩便是泰國最硬的男人佩查差。
第二回合的佩查山明显是着急了，所以魏子钦是穷追猛打，穷追不舍。哎呦，但注意看他的右眼，哇，已经开口了。这口子会随着比赛的深入呢越开越大。这也是佩查山职业生涯有史以来啊第一次被打出血。魏子钦还是要动起来，不要和对方呢站在一塊打。如果硬碰硬的话，我觉得我们这邊還是吃虧的啊。第二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在这一回合，佩查山呢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牛啊，已经是完全不做防守了。因为他之前也说了，他说防守一下就是孙子。要小心，不要被对方爆杆拳打得太多啊！爆杆拳如果说被打太多的话，容易被打定住。魏子钦开始尝試用一些顶手、砸手来扩大对方的伤口。因为咏春拳啊，它是一个招式小、速度快、攻防兼备的这么一个拳法。说句实话啊，杀伤力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顶级，但咏春拳厉害就厉害在啊，它的打击密度啊，它的出拳频率比较高。我们出5拳，对方能出1拳就好不错了。我估计现在让佩查山的亲生母亲来看到他兒子的模樣啊，估計也認不出來。兩隻眼睛被打得眯成了一條縫。好，第二回合比賽結束。這個家伙可真是言出必行，說不防守還真就不防守。哎，注意看魏子钦，哎呦，皺着眉頭，應該是在抱怨着什麼？他應該是在說呀，這個家伙怎麼這麼抗打啊？就像是一個人形的木樁子啊，根本打不壞。在比賽的前2個回合，毋庸置疑，魏子钦已經是順利拿下。但是接下來還有最後一個回合，比賽還沒結束，還沒有到最後一刻為止，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好，快特最後一個回合，比賽繼續。魏子钦呢，他的身高比對方高了很多啊，居高臨下，所以說打得很舒服。我們能夠得到對手，而對方啊很難夠得到我們。這一回合，佩查山依舊是相當勇猛，依舊是橫衝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說是其他選手受傷這麼嚴重的情況下，裁判早就終止比賽了，但他是佩查山。他的抗擊打能力在整個拳擊界啊相當出名了，所以說裁判呢也是沒有叫停比賽。第3回合最後的1分半。這個傷況太嚴重了，但是他呢還有體能啊，還在往前衝。所以此時此刻，這個泰國選手佩查山他唯一能贏的途徑，那就是 KO 掉魏子钦，因為在分數上雙方差的實在是太懸殊了。有可能魏子钦的有效打擊數是對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擊、不懂規則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來。好，連續的掃踢，魏子钦開始嘗試砍腿了。其實早就該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點，限制對方的移動能力。
恐怕这个比赛啊早就结束了。我强烈建议让这个佩查差啊和我们中国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龙大师打上一场，两个人对着打啊，谁也别防守，看一下谁更抗揍。我相信这个比赛啊绝对会票房极高啊！好，比赛结束。这场中国咏春拳对阵泰拳的对决，比赛结果我相信没什么悬念啊。最终的话没有问题，恭喜魏子钦。但当然，这个瞧不起我们中国武术、瞧不起中国人的佩查差呀，虽然说他很狂，但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赛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